呢個特朗普咧係唔會真打嘅，佢即係作威作福嚇嘅啫。咁但係伊朗就好強硬咯，咁世界好多嘅危局嘅時候，忽然間咧呢個嘅普京打電話俾習近平啊，同習近平視訊添啊。咁因為日本有好多嘅黑材料啦，喺二次世界大戰裏邊咧，佢咁樣做法嘅話，會令到咧日本咧走翻軍國主義咧，或者係佢靠美國咧去支持美國去同中國對抗啦。咁對日本係唔好嘅。或者其實美國本身其實成個戰略，其實佢自己都係想見到預見嘅，就係唔想做大佬做咁耐啦。其實都想交翻啲責任俾一啲唔同嘅國家。咁其實呢樣嘢會唔會而家嘅轉變，其實都係可能佢誤打誤撞之中，或者美國本身都係想 intend to 去做呢樣嘢咧？嗱，加拿大我哋總理咧，我覺得就慶幸咧，舊年出咗呢個總理啦，因為幾十年來加拿大未見過啲叻嘅政治人物㗎啦。OK，咁佢嘅水平咧係遠遠在於一般加拿大嘅政治人物之上。歡迎嚟到我哋2026年第二集嘅洞察世情。今日我哋嘅演講題目同埋討論題目咧，就係中美俄布新棋局，加拿大同日本回應相反喎。咁一年之計在於春，咁我哋喺呢個新嘅嚟到嘅春天，我哋見到咧唔同嘅國家咧都有唔同嘅睇法，亦都有唔同嘅佈局。而呢個形勢又會點樣去發展落去咧？咁所以我哋今日特別請到梁燕城博士、徐博士同埋 Ming Sir 咧，同我哋一齊探討呢個問題嘅。咁啊，先由梁燕城博士俾我哋少少嘅方向先。嗱，咁我哋睇見咧，特朗普喺舊年咧就好多大議程啊，哇！即係大 narrative 啊，即係好多嘢講。咁全球關稅戰啦，咁每年攞4000億美元啦，作咗咁然後咧佢又造成咧國際經濟嘅不確定性啦，咁貿易戰咧就逼全球跪低，都係贏唔到中國同俄國，仲俾中國打退咗。軍事上咧又炸伊朗侵略呢個委內瑞拉，又要搶格陵蘭。咁而家咧就忽然間咧大軍包圍伊朗，哇！形成好似想打咁款，不過我睇死佢唔打嘅，因為你一打就露餡咧，原來美軍唔係咁掂，我估計即係佢嗰啲飛機已經又好舊啊。咁另外一樣咧就係如果佢真係打咧，淨係軍暫會改變咗政權，咁佢就一定咧除非出海軍陸戰隊登陸。咁但係咧伊朗好大個國啊，好多都係山區。陸軍係冇可能征服伊朗咁大嘅國家，咁所以咧，咁然後咧，因為啱啱咧呢個就係一個所謂戰略武器削減戰略武器嘅就係 New Start 嘅到期啦，2月4號所以佢2月4號同就聯絡，喂嗰啲戰略武器即係核子彈嗰啲到期咯，美國都唔喐嘅咁好啊，習近平得啦，我又同特朗普傾下，忽然間咧三巨頭就同一日傾偈啊！嗱，咁你估唔到啊！即係特朗普成日想見習近平，習近平唔出聲，突然間呢次咧又同特朗普肯傾啦。咁於是一傾，咁三大巨頭咧就會面。咁當然又去傾委內瑞拉或者係呢個伊朗呢個問題啦咁。然後咧，其實就係最後都要面對住啦，就係世界大局嘅改變你好厄難等啦。咁三方係咪需要傾下咧？三巨頭要傾下咧咁，我即刻接受邀請喎。特朗普同普京，特朗普早就想嚟中國啦，普京又嚟咁，而且咧仲有亞太經合會議2026年咧喺年尾有會啊，11月有個會，佢哋就係即係特朗普同普京會有2次去中國啊。咁咧，然之後咧傾掂咧，特朗普哇真係正啊！呢次真係非常正啊！咁樣咁即係話好贊成即係同習近平傾。但係同期咧，忽然間喺舊年10月開始法國總統馬克龍西班牙國王韓國總理李在明愛爾蘭總理馬丁加拿大總理卡尼芬蘭總理奧爾波英國首相施紀賢冚唪唥都嚟中國啊！忽然間有人話。哇！萬佛朝宗忽然間即係舊時我哋睇粵語片咧，檸檬即係如來神掌佢最後嗰式嘅萬佛朝宗。咁我舉起雙手好勁嗰陣時咧，我忽然間咧石堅跳上一隻天殘腳踩落嚟咁兩大高手決戰。咁美國嘅天殘腳到處踩，而家中國嚟萬佛朝有咁多個，本來同美國一齊走就係同中國老友咁。咁然後咧，即係卡尼咧，即係加拿大好嘢啦。卡尼喺呢個沃斯嘅論壇，佢話
中等國家要覺醒啊！第二次大戰之後咧，嗰啲所謂基於規則嘅國際秩序消亡晒啦，老友記啊！咁全球中國家應該啦，唔好再係順從住一啲強國啊，唔好幻想啲嘢，唔好淨係幻想霸權國。我哋一齊咧即係要自己建立到自己啊，即係個新嘅聯盟框架啊！咁如果唔係咧，我哋就唔喺談判桌上面就成為人哋盤中餐啊，We are in the menu 噶啦，老友記。個卡呢個全場拍手掌咧，比美國嚇得耐啊！歐洲已經好興，咁但係又唔敢講，個個都係即係好驚咁匿低晒咁，又係蔣格陵蘭都好似都唔敢點喐，派幾廿個軍隊又話保護。咁突然間，咦，卡尼正喎咁卡尼咧就突然間領起咗時間，歐洲個走嚟中國，因為中國係正常嘅，大家個中又開始討論嘅。唉，即係中國係仲係正常，而家一齊都好似唔係好正常。中國同埋咧，佢講咗係真噶嘛，佢咪講咗第二日又話唔係。咁但係跟住又討論台獨問題啦，咁即係台灣問題，大家又要就翻晒啦嘛。點知突然間選舉，日本出咗個高市早苗大勝，佢又相反嘛，佢又台灣有事，即係我哋有事，將台灣當係佢領土咁闊。突然間咧，即係國際形勢一齊萬佛朝宗嗰陣時咧，即係話所有國家都對中國有啲興趣啊。咁獨係咧，日本咧就同中國鬥咁樣，咁美國同中國咧仲係咧喺一種嘅鬥嘅當中。咁所以形勢落去咧即係我睇見著名嘅高志海啦，即係都係一個智庫中國嘅評論員啦。佢而家咧，不過形勢咧就係世界同中國傾好啊，但係突然間嚟個即係日本咁，會唔會引起呢一啲嘅嚴峻嘅問題？就係因為俄羅斯同中國同美國都係第二次大戰打日本噶嘛，日本要回復法西斯主義，軍我知會產生問題啊。咁嗱，呢個係最新形勢啦。咁睇下大家有咩嘅睇法啊？似乎局勢真係越嚟越激烈啦，因為而家係真係大家都唔覺得呢件事係一個國家嘅事或者兩個國家嘅事，即係卡尼咧呢個加拿大總理真係喺嗰個嘅即係喺形勢上面咧都好可能係間接地係幫咗中國㗎喎，唔知會唔會又覺得而家咁樣即係美國都可能覺得原來唔係個個國家都撐自己㗎喎，佢又會唔會喺其實佢又唔需要迎合呢個國家，但係其實佢又有一種好霸權嘅一個感覺。咁其實喺嚟緊佢嘅佈局咧，又會係點樣樣咧？有冇啲評論可以係聽下？即係可能出邊講到係即係又話美國可能其實都驚驚地，但係其實又係咪咧？咁其實喺美國喺佈局上面，喺呢個國際政治舞台上面，仲係咩一個主導嘅角色咧？咁就聽下徐博士同埋 Ming Sir 講下。今日我想討論3個嘅題目啦。第一個就係21世紀嘅新戰國嘅格局。咁因為點解好多人都以為咧，而家咧已經係變咗一個三國嘅時代，我就自己睇法，我就覺得唔係三國嘅，而係都係戰國時代，只不過喺21世紀嘅新戰國時代。咁大家如果睇翻即係司馬遷史記咧，係啦，喺我哋戰國裏邊咧有先有十國，跟住有7雄，最後尾就俾秦國去佔領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就自己喺度諗下分析嘅話咧，我就用另一個角度同大家去討論一下，睇下大家嘅意見點樣。因為咧喺當時嚟講，喺戰國時代，即係周朝嗰陣時候衰落啦，咁所以就有咗戰國嘅各國嘅國家啦。我自己嘅分析裏邊咧，就係而家美國同埋中國咧，definitely 咧係兩個超大嘅大國。咁我點樣形容美國同埋中國咧？其實美國咧同中國都有秦國嘅一個嘅框架，但係咧美國咧就秦國，但加上呢個歐洲或者係羅馬式嘅一啲嘅意念，而中國咧有秦國嘅框架，加上我哋儒家嘅框架。咁大家都知道咧，如果睇下佢美國嘅話咧，其實美國嘅話咧係代表即係佢有秦嘅法治嘅緯度，但加上係羅馬嘅哲學。咁係咩意思咧？其實幾樣嘢啫。美國係用三權分立，係美元同埋美軍。咁佢哋主要強調就係個人主義嘅權利啦、民主嘅審判啦，同埋共和嘅政策啦。咁佢哋咧就推廣呢個普世價值。
用個宣教式去，係咪啊？大家都認同呢樣嘢，但係可惜嘅話咧，佢有即係過分個擴張，而咧產生咗矛盾。而我哋中國咧用秦國嘅法治咧，係我哋用精英嘅管治啦，用精英嘅官僚啦，但係我哋加上我哋嘅集體嘅領導啦，係個人嘅利益咧係臣服於集體嘅目標。咁我哋儒家裏邊咧，我哋強調呢個階級裏邊嘅和諧啦，社會嘅穩定啦。我哋咧係用呢個非即係傳教式嘅去講求一樣嘢，就係我諗我哋習主席成日講呢個生命共同體啦，即係話我哋嘅復興咧係要靠自然嘅，唔係靠征服嘅。咁呢個咧係我哋而家喺世界裏邊有兩個強國。咁另外咧就有8個嘅中等國家嘅話，因為我哋一陣會討論加拿大同埋日本咧，咁我就諗下，而家啲世界裏邊其他有冇8個嘅國家咧？有冇其他國家係等於中等嘅國家咧？咁我自己咧就挑選咗8個。咁我點樣挑選嘅話咧？因為我係教管理學啦，特別喺質量管理學裏邊咧，叫做 quality management 裏邊咧，我哋通常咧用一個 model 咧係叫做人機密法。即係話用4個有5個嘅維度咧，去衡量咧個產品裏邊嘅質素。咁咧其實咧我用咁，因為點解通常我哋去衡量個國家咧，我哋可能用政治啊，用財務啊，用金融啊去討論。咁我哋今次咧，我就用另一個方法咧，係用質量管理咧去同大家討論嘅。因為我哋質量管理嘅意思嘅話咧，無論一個任何產品嘅話，你冇質量嘅話咧，你係做唔到出嚟嘅。咁所以咧，咁我哋通常咧，我哋喺教管理學裏邊咧，質量管理咧，我通常都教呢個叫 5M One Year Model 啊。咁咩叫做 5M One Year Model 咧？其實一樣嘢就係人啦，人裏邊咧包括係人啦，我哋叫做 man 啦。咁我哋評估人嘅話咧，亦都評估人力啦，就 manpower。OK，咁我哋喺國家呢個層面裏邊咧講咩咧？人咧，我哋講求教育啦、智力嘅發展啦，同埋大專學歷嘅人口啦。OK，咁如果講到人力嘅話咧，我哋講到人口嘅嗰個 population 咧，人口嘅規範啦，或者老齡化啦。咁另外一樣係人機咧，講機器嘅話咧，我哋當然係喺商業裏邊就當然講機器啦，但係喺國家層面裏邊咧，我哋講生產能力啦，特別係講到軍工嘅創新啦。第三樣嘢係講人機物啦，物料嘅話咧，我哋嘅 material 啦。咁喺國家裏邊就講呢個人力資源啦，講天然嘅資源啦。OK，第四樣嘢係講法則。法則嘅話咧，我哋講 methodology，或者我哋喺工廠裏邊，我哋講技術同埋技能啦。技術同埋技能係兩個唔同嘅層面啦。但係我哋喺國家層面裏邊咧，我哋講求係意識形態啦，同埋風險嘅管理，係咪？咁認知啊，我哋嘅辯證法啊，呢度喺國家層面裏邊嘅我哋所謂嘅精英嘅選擇。好啦，仲有一樣嘢就係人機密法，最後尾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個方法。方法裏邊咧係講求係呢個質，我哋叫做管理嘅測量啦，或者係我哋講叫做 performance 啦，我哋個績效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嘢。最後尾一樣嘢咧，就係講求一個國家裏邊咧，我哋嘅環境啊嘅 environment 啊，我呢個叫做 One Year。OK，咁呢個咧其實係環境裏邊咧可以講為有人為啦，或者非人為嘅情況啦。我哋做呢個代表係國家嘅安全風險啦。好啦，咁呢樣嘢嘅話咧，咁用呢幾個方法裏邊咧，咁我覺得有邊8個國家咧係喺我嘅睇法裏邊咧係納入喺呢個8個中等國家嘅。咁第一當然係俄國啦。OK，咁我哋用呢個人機密法去討論俄國點解佢會係第3個強國咧？當然佢嘅機器啦，佢嘅資源係好好啦。第二樣嘢就係印度啦，印度當然喺人力方面啦，同埋係相當之好啦。歐盟啦，歐盟佢嘅管理啊，佢哋嘅 methodology 相當之好啦。加拿大當然係 OK 啦，加拿大當然一陣我會討論佢係中等嘅強國，佢哋嘅方法，佢哋嘅人力。佢哋嘅資源當然好嘢啦。第7個係英國，英國佢哋英國最能夠嘅資源就係佢哋嘅教育系統啦，係咪？佢哋嘅方法論啦。好啦，第8個係伊朗，
OK，頭先阿梁博士都講嘅伊朗，其實伊朗嘅話咧，好多人就覺得，咦，伊朗乜嘢都冇喎。但係伊朗有一樣嘢就係佢哋嘅神權嘅管治，佢哋嗰個集體意識同埋佢哋政治嘅柔軟性係相當之奇特嘅。我哋一陣可以討論下。第九個係日本，日本其實我哋一陣會討論日本情況。日本嘅教育啊，日本嘅機器，日本嘅效能係相當之高嘅。最嬲尾一個咧。我會選擇咧就唔係以色列嘅，係選擇南非。OK，點解唔會選擇以色列咧？因為以色列人口超過1000萬係好難嘅，但係南非係一個好特別嘅國家。當然佢係金磚成員之一啦，但加上佢自己有好豐富嘅礦產咧，咁樣咁所以咧，我而家覺得整個形勢裏邊咧係唔係一個三國時代，係一個新嘅我哋戰國時代。大家裏邊咧係有兩個嘅超級嘅強國。跟住有八個嘅中級嘅中等嘅國家裏邊互相角力，咁我一陣再會俾大家討論一下。我一陣會再討論下喺中等國家裏邊，我特別用加拿大同日本去點樣去自處咧，或者我哋點樣去睇日本同埋加拿大。多謝徐博士，人機密法，哇！我都真係一路 take notes，好似去緊大學度咧聽呢個 lecture 咁啊。多謝你，Ming Sir 咧。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咧，無論內政外交都俾呢個特朗普總統咧搞到天翻地覆。咁啊，大家都知道啦。頭先開頭徐博士、阿梁博士已經講得好清楚啦，我唔想再重複佢啦。咁啊，即係點解特朗普會咁做咧？咁當然啦，我估佢明白到美國個困境啊。即係我哋唔好睇美國外邊咧就咁強大啊。其實佢外強中乾，主要係佢嘅嗰個國力開始衰退，國債問題嚴重。咁所以佢做好多嘢咧，其實都係為咗美國好嘅。即係我認為斷症佢斷啱咗，但係落啲藥方亦錯咗嘅。即係等於佢話希望製造業回流，咁製造回流你係咪即係要加關稅，嗰啲人就會喺美國開廠咧？咁好簡單啦，即係你話即係完全冇嗰個技術含量嘅牛仔褲，咁美國嘅工人絕對做得到㗎。不過你做出嚟可能100蚊美金一條啫嘛，呢條越南啊、中國引進啊20蚊一條係完全冇得比㗎嘛。所以佢冇諗清楚點解美國唔會失去咗製造業即係工業嘅能力。呢個係幾十年來嘅去工業化造成㗎嘛。你一朝半夕你要1-2年間你要將製造業回流咧，係唔可能㗎。呢個係好大嘅投資啊，特別喺基礎教育上啦、投資環境方面啦、供應鏈方面啦咁。咁特朗普冇諗到呢啲嘢，佢就簡單而粗暴，加關稅啦咁。就我講知個只係一個案例啫。可能頭先徐博士講得嘢好嘅，因為而家咧即係自從特朗普舊年12月咧，應該係12月4號咧推嗰個即係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咧，就同過往嗰啲報告咧非常唔同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好明顯地講到話美國會做一個戰略收縮啊嘛。咁美國戰略收縮就即係點解咧？佢話俄烏戰爭唔關我事啊。你中東嗰啲國家嗰啲政治問題啊，我唔想參與噶啦，即係我改變你唔到噶。咁啊呢啲亦都係正確嘅。咁啊，對於亞洲啦，佢就講我哋呢啲盟國咧，自己共同防禦對中國嘅威脅。咁即係話美國會抽身而去咯。所以你睇到好明顯咧，將舊年年尾當中國喺圍堵台灣軍演嘅時候咧，30年前咧美國會派航空母艦去㗎。呢一趟咧美國航空母艦會影都唔知去咗邊。咁再加上咧，人哋問佢特朗普話：喂，中國喺台灣軍演喎，事情係咪好嚴重啊？佢話係咩？我中國過去成日都咁軍演㗎啦，咁都冇乜特別啦。即係佢根本就上唔想理台灣嘅事。咁即係如果本又好，台灣好，你要自求多福咯。咁啊嗱，頭先即係開頭嘅時候，有人講過啦，話即係究竟呢個世界係咪即係三強分立，即係三國時代？咁啊，徐博士咧嗰個構思咧係幾有意思嘅，因為點解咧？亦都唔係話真係話即係呢三強話晒事，但係徐博士用即係戰國時代比喻啦。咁你知大家知道戰國啊係有成250年歷史啊嘛，即係由公元470年一路到秦滅六國係公元前211年，即係粗略地估計大概係250年嘛。咁佢咧唔係話一到最後尾一開始係秦國一路強到最後尾噶嘛。開始嘅時候咧，戰國開始嘅時候嗱，唔好講春秋先啦。由公元前770年開始春秋到470年呢個春秋時代咧，嗰陣時嘅國家更加多嘅，100幾個國家嘅。咁啊到經過一輪嘅即係吞併啊、互相戰爭啊，到戰國開始嘅時候咧，大概有7個國家，其實多過7個嘅。
咁戰國開始嘅時候咧，係魏國係最強嘅喎。咁中期嘅時候點咧？就楚國興起，齊國興起，跟住就趙國興起。但係到公元前260年，就秦趙長平一戰，秦雀白起，坑趙卒40萬。咁就嗯戰國嗰啲國家咧，已經冇一個國家有能力可以抵抗秦國。咁啊，秦國咧又再用咗50年嘅時間，慢慢吞併咗六國。所以呢個過程好長嘅。咁現在啦，當然啦，我除咗我哋提到呢3個國家之外咧，咁仲有好多啦，即係印度啦，係嘛？英國啦，我哋加拿大啦，南非啦，伊朗啦，就算以色列啦，都係一啲即係實力唔係差嘅國家嚟嘅。咁但係如果呢啲單獨嘅國家，譬如印度同中國比，根本就已經係冇得比㗎啦。所以我覺得現在咧係介乎咗喺戰國嘅後期啊，即係秦趙最後嗰啲決戰嗰個時候嗱，秦趙長平之戰嘅時候咧，嗰6個國家除咗秦國咧仲存在㗎，不過佢哋嘅實力已經嚴重衰弱㗎嘛，即係韓國已經係被打到即係俾秦國打到一仆一碌㗎啦，冇得翻身㗎啦咁。咁而家好多啲細國咧，即係好包括咧啲中小型國家啦，好似我哋加拿大啊、英國咁，即係要搞出佢哋自己嘅國家嘅生存方向。所以你睇到好明顯地啊，就係點解即係由舊年唔好講由今年年頭開始啦，唔好計舊年7月開始啦，一大扎西方國家，當然包括埋即係南韓啊、韓國嘅李在明啊，都要去中國訪問，對中國伸出橄欖枝咧，因為佢哋都要揾出路噶嘛。我哋唔想又唔可以戰國都會被滅國嘅，但係如果你國家喺經濟上、喺軍事上、政治上俾啲大國打殘咗咧，你都係變咗唔係一個中等國家，反而轉變一個下三流嘅國家。例如我哋加拿大，嗱加拿大我哋總理咧，我講就慶幸咧，舊年出咗呢個總理啦，因為幾十年來加拿大未見過啲叻嘅政治人物㗎啦。OK，咁佢嘅水平咧係遠遠在於一般加拿大嘅政治人物之上。所以當佢喺達沃斯啊，即係嗰個上個月喺達沃斯嘅演講咧，係我認為一個即係可以入世紀嘅文章嚟嘅。佢將即係好多人唔敢講嘅嘢講出嚟，佢都明確地指出加拿大嘅方向。嗱，佢去中國訪問，唔係表示佢話真係好親中國，而係佢明白加拿大嘅出路咧，要同中國友好。即係你唔好干涉我內政，佢亦都知道即係所謂中國影響加拿大嘅選舉咧，係根本就係一啲即係抹黑文章嚟嘅。根本唔存在嘅。咁我哋如果唔想影響中國，亦都冇必要影響中國，因為中國係自己嘅路。咁中國唔會影響加拿大嘅。喺政治上啊，中國一直以嚟都不干涉他國內政啊嘛。咁呢個時候，我哋係咪可以好好地做生意咧？嗱，因為加拿大同中國咧個貿易係互補嘅，即係我哋要嘅嘢，中國可以俾我哋。中國要嘅嘢，我哋都要俾佢哋。我哋同美國有貿易爭端噶嘛。話特朗普成日嘈話我哋咧奶女仔品啊，我哋又唔買佢噶，我哋啲酒啊唔買佢噶咁你又有我又有，嗰啲有衝突噶嘛。但係我哋同中國基本上冇衝突嘅。咁所以喺咁嘅環境之下咧，我覺得咧卡尼總理咧行呢條路係啱，兼且佢要話俾特朗普聽，我哋係可以另有出路嘅，即係你唔好蝦得我哋咁犀利。咁你反為咧，就即係相對於上一任嘅總理杜魯多咧。我哋嘅談判籌碼反而增加咗。當然啦，即係日本嘅問題啦，就另一個議題係日本就反其道而行之。一陣間我估阿梁博士、徐博士都會詳細講講。咁就你講喺2026年喺國防戰略報告啦，補充少少。咁其實佢對中國嘅定位咧，其實已經有啲轉變㗎。佢對於中國係作為呢個首要對手同埋敵人咧，係轉化為咧，佢話覺得即係每個國家都要即係做翻自己自身嘅防禦責任。其實會唔會係一個時代嘅覺醒咧？即係國家嘅領導人上面，或者其實美國本身其實成個戰略，其實佢自己都係想見到預見嘅，就係唔想做大佬做咁耐啦。其實都想交翻啲責任俾一啲唔同嘅國家。咁其實呢樣嘢會唔會而家嘅轉變，其實都係可能佢誤打誤撞之中，或者美國本身都係想 intend to 去做呢樣嘢咧，佢唔想插手咁多，因為以前嘥咗好多錢，嘥咗好多人力物力，而家國際高舉。咁同埋佢而家會唔會係其實都已經係由一個即係佢唔係要迎合啲人，但係喺一個戰國年代，其實每個國家都覺得我都要醒一醒啦，我唔可以再靠美國或者淨係親中啦，或者親美啦。其實係咪一個人類嘅一個覺醒咧？以前咧，即係拜登時期，成個西方咧以中國為中心咧，係一齊攻擊中國作為團結嘅一個做法啊咁。
而家轉咗啊，忽然間啊，係以中國為中心咧，就希望佢可以調協到咧世界嘅大事。所以點解阿普京要打電話揾習近平？因為即係好似伊朗呢啲咁嚴峻嘅問題，如果直接同特朗普砌啊，不如揾習近平做中間人啦。因為阿特朗普好想見習近平啊嘛。嗱咁咧就跟住即係英國啊同埋歐洲各國，包括韓國啊都嚟中國咧，就話中國就係個市場。即係仲有生意做嘛，而家大家經濟都唔掂，仲喺度搞震不如大家即係賺下錢先啦即係咁，所以咧就忽然間去中國係中間人，因為中國正常佢哋有啲評價就中國好正常，但係中國係一個好似成年人，即係做嘢咧都好得體。咁咧我又睇見咧，即係金燦榮咧呢個著名嘅中國嘅評論員啦，佢就提到咧，其實特朗普見習近平嗰時咧，習近平就有啲想教育下佢嘅意味，就係引一句中國古語：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呢句係好好嘅中國嘅說話啦吓。咁係即係少少善行多啲唔好話少少惡就照做咁。咁呢個真係提醒美國，因為美國並冇呢種所謂同情心即係起碼特朗普、拜登都係冇嗰種惻隱之心，冇諗過我幫下你先咁樣嘅即係冇善呢樣嘢。我覺得佢喺國際都係即係擺兇惡嘢就攞利益。咁中國咧雖然都係攞利益但係起碼佢有個善嘅文化，去儒家文化咧。想去向世界講出咧，我哋中國人自古係咁嘅，你唔好用你嗰套嚟睇我哋嗰套有幾千年落嚟嘅價值咁。因為我自己係讀儒家文化攞博士學位，我讀易學同埋讀孔子嘅思想。咁所以我好明嘅，自從中國係經過批林批孔，要摧毀自己嘅文化之後咧，咁中國開放佢就翻去中國去教翻中國嘅哲學中國嘅嗰啲思想，希望中國文化能夠重新喺呢個新時代出嚟。咁見到中國咧，其實真係走呢條路，係取納咗儒家咧作為一個思想方向，係講和平和諧嘅。嚟講咧，有啲惻隱之心對窮艱難嘅國家，最可能幫佢冇錢還都可以拖下先都得，即係咁冇去逼人要按合約做事。西方係咪以合約逼你？中國就話如果你唔掂咧，我都俾你遲啲即係或者我有啲辦法借錢俾你頂住先，然後你慢慢賺翻錢再還。即係中國呢種做法係同西方嗰套嘢係唔同，所以西方人唔中意中國咁咧，搞亂咗佢控制其他國家嘅方式，因為控制其他國家就係話，我借錢俾你，由我加息之後你唔夠錢還，我就要簽條新約，叫呢個國際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咧嚟搶你嘅資源，掠奪你噶嘛。中國就唔係嘅，唔會咁樣做。咁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即係話有少嘅事，咁中國行善或者係個工具達至國家利益，但起碼佢有個善嘅表現呢個就係文化。咁中國有個精神文化。然後佢嘅改革裏面，佢有社會主義嘅公平精神，希望人民咧係窮人咧都可以分到啲好處。咁但係佢又有咧係資本主義嘅清教徒精神咧，就係清教徒精神就係話喺上帝之下咧人咧係應該盡會努力做好賺錢係啱嘅，但係賺錢之後要幫翻窮人同埋咧係要咧係唔好去剝削嗰啲嘅窮嘅人咁。咁呢種精神就係守契約即係中國而家係有守契約嘅人，而且佢有幫窮人精神過窮國佢都幫即係佢幫到你先，由到你有錢你慢慢還咯。咁你還唔到，中國都掂嘅，因為佢又自己夠富足咁呢個中國出現咗呢個形勢，我反而比較下咧，就係加拿大呢類國係有好高，都有算有道德，又仲係多元文化。多元文化裏面佢冇個核心嘅好似仁愛呢種精神。佢即係寬容精神，咁咧另外新加坡係似中國啦，新加坡亦冇個精神文化領導嘅，呢個係佢哋嘅係某種嘅文化價值觀帶領佢哋，咁而美國咧就放棄咗佢原本嘅文化價值觀，就係清教徒精神咧，就係應該咧係重視幫助窮人啦，同埋去平等就係大家互相有信任同埋有愛心咁所以咧係而家反而比較有文化表達嘅係中國。咁所以如果你而家係一個新嘅戰國嘅時期我哋知道戰國其實係曾經即係同
秦國啊抗拒過嘅，一個就係齊國，一個就係楚國，一個就係趙國啊。咁三個曾經興起，後來聯埋一齊抗秦國，咁但係最後咧都係聯盟就失敗啦。咁啊而趙國啊最後長平之戰咧係50萬大軍被坑殺啦，即係被秦軍滅咗咧。咁趙國都冇咗力量咧，咁楚國咧亦係輸埋啦。咁秦國就可以統一天下。咁其實咧美國唔係一國獨大，佢例如中國例如俄羅斯咧就係其他嗰啲可以抗衡佢嘅國。咁咧，如果冇呢兩個國咧，歐洲任佢蝦嘅。所以歐洲而家覺得，喂，即係唔好以為即係成日要反俄國喎，而家開始要明呢樣嘢。喺烏克蘭嗰度，大家一齊反俄，點知打到自己都拖到自己弱晒，又打唔贏啊，咁係俄羅斯贏。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歐洲化一路以來將中國係敵人啦，佢體制唔同。佢體制唔同，可能就係佢優點，佢可以唔聽美國話，而且佢仲有辦法自己發展到好強勁嘅經濟。所以喺舊年佢都有成12000億嘅即係賺嘅盈餘啊，咁係喺呢個國際交往當中佢賺到嘅。咁即係大家都話流晒口水12000億，中國喺唔係好掂嘅情況都有咁嘅收入咧，就大家努力奮鬥咧，就係用好平嘅價錢賣出去，咁結果又賺得翻咧，自己人民咧翻好處。咁其實大家睇啊，咦呢個體制會唔會好啲咧？或者呢個文化咪有啲價值咧？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時期咧，應該仲要有一個嘅係對文化交流啊，即係對文化精神價值就係一方面西方原本係應該講無條件嘅愛嘅，係講咧寬恕啊愛啊嗰啲，而家西方完全冇講啊。咁但係中國又講翻儒家嘅仁愛啊和諧等等啊，咁係咪西方都要揾翻佢文化價值精神去同中國可以有一種深度嘅對話咧？呢個就係我近期我同美國加拿大好多嗰啲有思想嘅人或者有政治影響力嘅人都傾咧，就係話重新同中國交往翻，唔只係經濟只係話有市場賣嘢，而且有文化嘅互相學習係好重要。因為仁愛咧唔係淨係心靈道德嘅標準啦，其實係喺落實同埋喺個實際嘅行動之中啦，即係喺可能喺人機密法啊，或者喺你點樣管理國家入邊，佢要顯現到儒家思想。咁中國呢50年嚟係真係不斷咁樣去做，不斷好勤力咁去建立自己嘅國家，建立你嘅嗰個嘅基建啦，你嘅真正嘅 industry 啦，或者你嗰個嘅體制啊，點樣去回應外在啊？其實我諗喺呢20年嚟，中國嗰個嘅喺文化喺嗰個國際地位上面係提升咗好多嘅。因為可能啲人同你相處嘅時候，咦，原來你咁深厚嘅文化基礎，講嘢或者有任何嘅嘢，佢其實佢都係有好多孝道啊，或者係一啲嘅學習嘅經典裏邊咧，其實係支撐咗成個中國文化，而且佢係能夠喺呢20年之間係不斷咁樣喺實踐同行動之中展現佢嘅實力。咁所以都係從而家係令到人哋係吸取到中國人嗰種嘅我以前未知嘅嘢，我以前誤解嘅嘢，而家今時今日都能夠去合二為一咁樣樣，即係有榜樣嘅力量啦。咁都係一個非常之開心嘅一個見到中國咁樣去發展，係好正啊！大家講得都係好精彩。係咁不如又喺個新，即係我所謂嘅新戰國時代裏邊咧，我又同大家分析下加拿大同日本嘅一啲嘅情況嘅睇法啦。其實大家都講過下啦，頭先喺我哋中國嘅戰國時代裏邊咧，有幾個國家啦，係韓國啦、係魏國啦、趙國啦同埋齊國啦。齊國係最嬲尾被最嬲尾先失敗嘅。咁但係你咁我睇翻下喺呢個新戰國時代咧，而家世界所有嘅國家係用緊一個好 interesting 嘅生存之道咧，就係叫做我哋所謂叫做連環同埋呢個叫合縱嘅方法。OK，咁加拿大同埋日本都用緊呢個連環同合縱嘅方法。咁呢個連環咧，就係與強者聯盟。OK，合縱咧就與弱者一齊要合縱咧就與弱者咧就係一齊合作咧，就係去對抗呢個強者嘅。咁我睇翻咁樣嘅話咧，就睇到日本同埋加拿大咧係沿用緊呢個方法嘅。咁我自己喺加拿大啦，咁當然我自己有睇法咧，我都係未必完全啱啦。我覺得加拿大咧有些少似呢個韓國嚇。
咁佢地區啊比較脆弱啦，佢就係依附於一個大嘅鄰國，即係美國啦。咁佢靠呢個我哋加拿大咧就靠呢個美加墨嘅協定啦，又靠美國嘅軍事咧嚟互補啦。咁當然直至到即係阿 Trump 上台之後咧，佢大反其道啦，咁就令到加拿大咧啲人我哋有個叫 wake up call 啦，即係有個覺醒啦。咁其實你如果睇翻頭先都大家阿 Ming Sir 都講，即係講到一樣，即係我哋嘅總理喺2025年嘅喺呢個即係講呢個演講咧，係一個標杆性嘅一個轉捩點嚟嘅。其實佢強調我哋中等國家嘅要結合啦。咁其實呢樣嘢咧，佢就係從呢個橫嘅走向縱嘅。即係話佢要暫時離開咗美國，係要結合其他嘅中等國家。咁呢個方法喺我哋嘅戰國時代都係不斷使用嘅，只不過咧，Carter 即係我哋嘅總理咧，係用咗現代個方法去講出我哋中國嘅一啲嘅固有嘅技術，咁係啱嘅，我贊成嘅。咁頭先都講到，即係話阿 Ming Sir 都講到，即係話其實我哋加拿大並唔係反美，而係咧其實某程度上係一個風險管理，就話我哋唔可以完全依賴美國嘅。咁其實咧，我就會諗下，其實我哋加拿大有好多嘅資源啦，係咪有好多嘢？咁加拿大其實用咩方法咧？我自己諗咗個方法，其實加拿大首先我想講下先，咁韓國咧喺公元前230年咧就首次俾秦國征服嘅。咁其實而家靠我哋加拿大所用呢個方法，話我哋聯合啲中等嘅國家去抵抗中國、美國，行唔行得通咧？其實亦都未必行得通嘅。所以咧，佢喺223年咧，韓國咧就俾秦國征服咗。即係話你同嗰啲細國聯盟嘅話咧，亦都不能夠係可以自保嘅。好啦，咁呢個我哋要自己小心啦。即係話唔係話咁樣啦，加拿大嘅政策就會成功，但似乎歷史上話俾你聽咧，秦國咧首先你就要殺咗你先，因為你太過冇用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加拿大，我諗下，如果我哋加拿大點樣做咧？其實加拿大咧，我自己諗一個方法咧，我哋用一個叫做 poison pill 嘅方法，叫做 curable poison pill，即係話咧可醫治嘅毒藥嘅方案嚟處理同美國。咁係啲咩嚟咧？咁我自己諗咧，睇下大家嘅意見啦。其實加拿大，因為美國成日講將加拿大變成第51個州啦。咁咪佢當然佢有可能嘅，咁佢有咁嘅能力，亦都有乜嘅實力可以將加拿大變成57個州。但係加拿大能夠做到啲咩咧？我能夠令到你係好棘手嘅。咁例如加拿大有啲嘢可以做啦，特別係我諗下加拿大有幾樣嘢啦。我哋嗰個嘅全民嘅醫療嘅系統啦，我哋官方嘅雙語啦。同埋而家加拿大仍然係用緊呢個議會嘅君主制啦，而美國唔用嘅。所以假如果美國想要吞併加拿大嘅話咧，佢一定要喺呢幾方面裏邊咧要適應嘅，which is 加拿大咧，美國咧係好難搞嘅。所以我諗美國都會三思呢樣嘢。但係我只係想強調一樣嘢，加拿大如果係走呢個即係想聯合晒所有中等國家去反美或反中咧。表面上係可以，但係我覺得係脆弱嘅。好啦，咁呢個係我對加拿大一啲嘅睇法，亦都，但係我都係贊成係加拿大係而家走呢個路線係啱嘅。另一樣嘢咧，講下日本好嘛？日本咧，我覺得佢似趙國。咁趙國大家記唔記得？趙國就係趙武靈王咧，佢係胡服射箭啦，佢好尚武嘅。咁其實睇翻日本咧，其實日本一個好尚武嘅國家係咪？即係淨係講武士道啊咁樣。咁所以咁但係日本咧就啱啱咧走唔同嘅方法，加拿大咧就走疏離嘅方法，但係日本咧係走咩啊？係走翻縱嘅方法，佢同美國合併，重量咧係歸附於美國。你見到即係而家你呢個日本呢個新嘅總理咧，佢3月就去探美國啦，係咪啊？我諗佢完全係100%依附美國嘅。佢用呢個方法就係縱嘅，即係橫嘅方法啦。佢要歸附強權啦。咁所以，但係咁樣嘅話咧，要導致咗有好多後遺症啦。咁因為日本有好多嘅黑材料啦，喺二次世界大戰裏邊咧，佢咁樣做法嘅話，會令到咧
日本咧走翻軍國主義咧，或者係佢靠美國咧去支持美國去同中國對抗啦，咁對日本係唔好嘅。所以我覺得如果假如我係日本嘅首相嘅話咧，我建議點做咧？我覺得日本咧可以打造成為一個亞洲嘅瑞士，因為有好多香港人咧中意去日本買嘢，好中意去日本做食嘢。咁如果日本咧，其實我覺得日本有條件咧做一個中立嘅國家，佢將佢完全咧唔好提議佢嘅核化啊，佢要強調佢嘅武力啊。其實佢應該強調佢哋嘅精工、佢哋嘅資源、佢哋嘅乾淨、佢哋嘅旅遊業，就盡量咧唔好搞軍事嘅話咧，俾到中國覺得佢唔係一個嘅威嚇。OK，如果佢咁樣走法嘅話咧，日本嘅生存之道咧係會有生存嘅，可以佢打造成為一個亞洲嘅瑞士啊！呢個我諗法，我唔知啱唔啱啦，睇下大家可以值得討論一下嘅。咁一個創意啊，我覺得你得啦，大家可以諗下，可以諗下嘅。但係我想講樣嘢，但係頭先都講到啦，趙國啦喺長平之戰咧死得好慘，係咪啊？所以佢靠美國咧都唔可以生存嘅。所以我覺得即係喺呢個新戰國時代裏邊咧，大家都用緊中橫嘅方法處理事情，基本上咧最後咧都要靠自己一啲實力啦，咁樣啦。係啊，加拿大絕對係一個外交嘅調解者啦。今次真係，即係佢喺人道主義啊，或者係一個保護環境嘅一個領導入邊啦。即係其實佢可以倡導到嘢，其實佢都係靠自己嘅實力。即係其實我哋嘅 first principle 講嘅教育嘅 first principle 就係建立學生嘅能力。即係你叻嘅，間間學校都收。即係你創業咧，就係講需求。咁其實如果點樣處理國家大事咧，其實你真係本身你係咪真係能夠成為一個仁者，成為一個咧可以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咁我覺得係中國啦，同埋一啲嘅加拿大啊，其實佢都係學緊喎。其實有啲 value 咧係可以套用嘅喎。咁我哋今次咧呢個討論入邊實在太多元化，亦都係好豐富啊。咁 Ming Sir 又或者再加入你嘅角度又睇下，哇！呢個咁嘅三國嘅局勢，或者係一個嘅五代十國嘅局勢入邊嗰個發展，我哋得到嘅一啲嘅價值同埋一個嘅學習位。跟住阿徐博士嘅思路嚟睇啦，就比喻現在係一個即係新戰國時代。咁啊喺佢好多方面係貼切嘅，因為我只要講咧，現在呢個所謂新戰國時代咧，係應該係戰國嘅中後期時代。咁啊，秦滅齊應該係公元前221年，應該秦王政26年，如果我冇記錯啊，滅咗齊國。哇！好犀利啊！統一天下。咁啊，當然啦，歷史就唔會簡單地重複，但係有驚人地相似。嗱，你話即係咪到戰國後期啦，即係一國獨大，秦國獨大，咁然之後對以後可能係美國獨大或者中國獨大，咁中國會唔會食埋美國？美國會唔會食埋中國咧？喺現今社會係唔可能嘅，但係即係要對方屈服咧係有可能嘅。咁當然啦，我哋加拿大現在處於呢個世紀大變局啊，我哋要採取適當嘅行動。咁啊，當然我哋現在合縱連環也好，都係為咗自己本國嘅生存。以中國為例啦，頭先梁博士講得好好嘅就係咩咧？我哋除咗即係經濟軍事要征服啊，令對方屈服之外啦，我哋有冇可能即係喺精神層面上可以令到對方啊同你融為一體咧？咁睇嚟西方嘅文明咧，到現在啲美國嚟講啊，就係美國優先啊，我要食埋你，即係佢唔會同你講乜人治到佛嘅。咁你睇到阿習近平啊，佢唔係現在，幾年前你講啊，佢三大倡議啊嘛，全球安全倡議，即係大家都要安全。我唔覺得我個安全就影響到你，你變你冇安全啊嘛，等於北約要東擴到烏克蘭，咁俄羅斯冇安全噶嘛，佢咪會打你咯？呢個全球安全倡議嗰個本質嚟噶嘛。跟住就係全球發展倡議。喂，你做生意，你啲人民要過得好，我啲人民都要過得好噶嘛，得啦，我想辦法一齊做好咯。跟住全球文明倡議，你唔係話淨係西方嗰套嘢啱噶嘛？咁你喺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中國嘅儒家文明都要共存於世噶嘛？大家取長補短噶嘛？可以做到呢樣嘢噶嘛？嗱，咁啊，習近平成日講嘅話，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唔係習近平發明噶嘛？我哋同即係呢個人類命運共同體啊，
係同中國嘅儒家天下大同一脈相承嘅，冇變過㗎。你唔好有中國共產黨唔要儒家，唔係佢基本上佢嘅統治手法就係儒家精神嚟㗎嘛。咁好啦，當然啦，即係現在嗰個大國博弈咧，已經認為就已經進入到戰國中後期時代，所以呢個世界變局會好犀利嘅。咁頭先提到啦，咁加拿大啊採取佢唔同嘅路啊，咁但係日本係奇怪嘅喎，日本喺呢個變局嘅時候咧，佢採取截然不同嘅手法喎，反其道而行之喎。嗱，首先就係一個右翼嘅女首相當選，再跟住咧佢上個禮拜就大選。攞咗國會超過2/3嘅多數。嗱，高市早苗咧係日本右翼嘅一個代表嚟嘅。二次大戰之後咧，美國咧並冇清算日本嘅右翼，所以你睇到啊，日本嘅右翼咧一脈相承存在到而家㗎。高市早苗嘅師傅就係安倍晉三，安倍晉三嘅外公就係岸信介。岸信介係甲級戰犯嚟㗎嘛，點解唔拎佢坐監，後來做埋首相咧？嗱，以日本嘅右翼思想嚟講咧，佢係主張要入國家正常化。咩叫正常化咧？首先，日本有和平憲法嘅束縛，唔可以俾佢建軍，更加唔可以擁有核武。咁由安倍晉三一路到高市早苗咧，佢哋就想國家正常化，修憲。嗱，我唔知佢會唔會行呢一步啊，因為佢喺國會佔咗3/2多數咧，佢要修憲好容易嘅。修憲咧就將會即係日本嗰個和平憲法撕毀咗。咁然後咧就會發展核武，我放啲消息出嚟啦，我哋要核子潛艇啊，或者美軍嘅核武可以擺日本啊咁。咁再跟住咧，佢想恢復翻大東亞共榮時候即係戰前嘅日本嘅光輝。呢啲係冇可能咧。嗱，以日本人嘅民族性好奇怪嘅，喺過去嗰百幾年裏邊咧，當喺一個國際事件到最關鍵嘅時刻咧，日本會往往就行錯路。嗱，大家知道1931年嗰個9/18事變，日本點解公然咧就係侵略中國東北咧？原因係點咧？因為幾年前啊，應該1927年咧，日本好大嘅經濟危機。嗱，華爾街嗰個金融危機1929年啊，佢仲早過華爾街。點解？因為抗軍太過緊要，抗軍太過緊要咧，導致佢嘅財政緊絀。於是乎咧，佢就諗住對外擴張嚟彌補佢嘅損失。中國東北資源豐富啊嘛。日本又缺鐵又缺煤，咁攞到東北咪有咯？佢當時唔知道大慶下低好多石油咋，如果知道係唔得掂嘅。咁好啦，咁啊再跟住咧就1937年咧就發動全面嘅侵華戰爭。嗱，大家都知道呢啲歷史事實。咁其實你話日本當時啊，係咪淨係啲軍閥啊？即係我哋成日講話日本嘅軍國主義啲軍閥造成啊？唔係㗎喎，你睇翻1920年代、30年代，日本已經有當時西方民主嘅標準選舉㗎喎。啲男性係有投票權啊，當然女性冇投票權啊。咁嚟歐洲國家好多都女性未有投票權啦。1920年代嘅時候，咁你點解呢啲日本當時推行軍國主義嘅侵略路線，即係話日本國民係會大部分同意咧？等於而家點解高市早苗啊，佢咁樣宣佈呢個咁前進嘅思想，而得到大部分國民支持，攞到2/3國會嘅多數咧？嗱，呢個我認為係危險嘅。但日本啊，往往咧就喺關鍵時刻行錯咗路，選擇去錯方向，再跟住因為侵略中國東北唔掂，跟住就要中國屈服，就打中國，以為中國可以投降，令到佢中國起碼國民政府承認日本侵佔東北嘅果實，但係中國唔同意，結果再打唔到，結果就偷襲珍珠港。日本係一個賭徒性格，甲午戰爭佢賭贏咗，日俄戰爭佢賭贏咗。結果喺中國東三省事件同埋全面侵華，佢賭輸咗。中國唔投降，佢就係輸嘅。如果中國唔投降，佢引申出嚟嘅重大嘅後果係咩咧？佢偷襲珍珠港打美國，又賭一次，結果就全面慘敗。日本人會唔會走翻呢條路咧？我現在係非常擔心。咁當然啦，我徐博士嘅構思係相當理想嘅。如果日本能夠做到呢樣嘢咧，講真係東亞之福。但係日本會唔會走呢條路咧？根據過去歷史話俾我聽，佢哋係唔會噶嘛，佢哋會選擇冒險噶嘛。不過現在唔係中國唔係100年前嘅中國。如果日本走呢條路咧，唔單止對整個亞洲危險，對日本更加危險。因為點解咧？因為中國會同佢算過去嗰100年嘅賬，舊恨新仇一鋪清。而日本係冇國力同中國抗衡嘅。佢當然想拉美國落水，但係特朗普嘅你知我唔愛。
我啲每立隊我就插隻手落去同中國打。你要打得，我俾武器你，你兩個打到殘，美國係最高興嘅一件事。所以希望日本啊能夠即係明智啲做呢件嘢啦。因為你冇清算到二次大戰，冇清算到日本嘅右翼啦，其實係對盟國啊，包括咩美國、中國、俄羅斯嚟講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對世界都唔係一件好事。嗱，德國做到啦。你有冇見到納粹黨可以即係每年就終戰紀念日啊，集晒啲德嘅納粹符號啊、德軍制服出嚟巡遊噶？冇噶喎。日本每年8.15着住皇軍制服去參拜靖國神社，你歐洲人眼中咧係匪夷所思嘅，即係話日本根本上佢哋冇承認大戰失敗，兼且佢哋國民啊係完全唔知道日軍喺二次大戰對亞洲國家所犯下嘅暴行，所以就會選咗啲右翼嘅立場出嚟。呢個係危險嘅。我最早睇日本啲文學係芥川龍之介嗰啲文學，你發覺係佢有一種好奇特嘅痛苦同恐怖感嘅。即係羅生門，佢唔係嗰個電影羅生門個故事。羅生門有好多死屍，咁有個婆咧喺度將啲死屍頭髮割出嚟，預備攞去賣。咁有個嗰啲嘅即係乞衣咁嘅流浪武士，就話點解你咁樣做唔啱？人死咗偷佢啲頭髮，咁佢就話咧。呢個女人我攞佢頭髮，因為佢生前都係衰人嚟噶嘛，攞佢有咩唔啱？佢話係喎，即係話呢個人衰，我就可以乜都得。喂，你都好衰喎，咁佢搶咗嗰個阿婆件衫走，咁完嗰陣時個阿婆就喺度慘叫同痛哭啦。但係你睇見咧，你好得人驚嘅，即係嗰種即係對人嘅冇尊重啊。咁由我查翻日本嘅武士道咧，武士道有8種嘅道德。正義啊、勇敢啊、自制啊、仁心啊、守禮啊、真誠啊、呢個榮譽啊、盡忠啊，呢啲都係好嘢嚟㗎嚇。咁但係查翻嚟，佢嗰個所謂正義嘅意思咧，就唔係我哋講嘅話要追求公平正義。佢講嘅正義係指咧對上級嘅忠誠啊，為佢而死叫正義。咁佢講嘅仁心咧，唔係指我哋儒家講嘅即係惻隱之心，俾他人痛苦嘅仁愛。佢嘅仁心咧，就係對武士榮譽嘅愛啊，係施比弱者，即係話有其中一個即係嗰啲武士咧，喺嗰個叫做須磨浦之戰啊，有個武士叫紅谷直實咧，咁啊將敵人撳低地會殺佢之前，揭開佢個面罩，咦，原來有個後生仔靚仔，都唔係同級嘅名武士，咁啊，我放咗佢算啦，咁呢個叫忍咁。即係話咧，即係我唔殺你就係仁啦。咁嗰個人唔係基於良知嘅仁愛，而係話咧對武士嘅榮譽嘅尊重。但係嗰個男仔咧最後自殺而死，你放我都要自殺，因為我係武士。嗱，呢個種美國日本呢種嘅武士道讓我即係大吃一驚啦。咁而佢冇講孔孟嗰啲嘅人。冇講慈愛啊，對人嘅尊重啊，關懷貧窮啊，對正義嘅關懷等啊。咁同台日本咧，雖然受佛教影響，但係咧呢個織田信長啊，呢個大將軍啦嚇，咁用3000兵打贏人哋5萬喎。咁呢個織田信長出戰之前咧，就飲醉酒又跳舞唱一首嘅歌咧，就係好有佛教意味。佢係人世50年啦，乃如夢如幻。有生思有死，都壯士何所憾？哇！即係人生係夢幻嘅，橫掂生有死。咁哇，我哋睇到人間就唔會打仗啦，係咪？佢唔係啊，跟住就領兵衝過去殺晒敵。即係話咧，佢講一切都放寬，講一切睇透，但係其實咧都係虛假嘅。咁所以咧，有時日本嘅文化咧，你要叫佢有種亞洲瑞士嗰個就比較難嘅。即係唔似嗰種文化。新加坡得我翻嚟講新加坡可以走呢條路啊。咁但係日本嘅文化係佢咁樣諗嘢，睇佢啲文學作品有時嗰種嘅對人生嘅黑暗嘅描述，而又最後冇乜出路。咁唯一咧有本書嘅硬手令比較，我覺得係比較好啲咧，就係當講到一個喺火車嗰度即係火車度遭遇災難嗰陣時咧，咁有一個人跳落去咧。就即係用佢身體擋住火車，之後成個火車唔會係有災難。咁嗰個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咁。若果本係基督教小說，即係日本都有基督教嘅咁。
咁日本有基督教，啲基督教係表現咗好偉大基督教精神，但係似乎呢個係佢具有日本嗰種犧牲啊、死亡啊嗰種味道，但係佢似乎對日本目前嘅精神未有咩影響。咁另外一種咧，我又諗到，如果你話係有瑞士特質嘅咧，就係加拿大咧，即係新加坡同加拿大都係具有呢一種特質，特別加拿大佢有嗰種雪山嘅風味，係多元文化嘅美好，咁呢都係好嘅。我覺得都係加拿大有好多好嘅嘢，特別多元文化。如果佢都放棄多元文化咧，就加拿大就冇佢特質噶啦。咁所以我哋加拿大、新加坡呢都應該發展出一啲嘢，但係反而瑞士最近衰咗，即係親美咧，搞到自己嗰個即係人哋擺佢到啲錢，佢凍結咗人咧，特別俄羅斯啊嗰啲事，咁咧讓人對覺得瑞士失去咗信用，冇咗佢嗰個文化，或者新加坡同加拿大可以重新發揮翻出嚟啊！我好認同，即係我嘅心力啦，我嘅 emotion 啦，睇見日本嗰時候咧，真係兩難啊！如果咁站在睇日本嘅話，如果佢自己想鬆綁變成翻一個正常嘅國家嘅話咧，佢個路線係冇乜機會可以走嘅，加埋佢自己本身咁多年嘅洗腦啦。上次我哋都討論過，佢哋對於二次世界大戰嗰個罪行咧，佢哋一路都抹黑，即係等於台灣事件嘅話，即係台灣人就覺自己唔係中國人，都係因為喺台灣嘅教育底下裏邊咧，佢自己有抹黑自己，唔唔係自己中國人，所以其實我反映出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哋做教育咧係好小心，即係我哋今集個 talk 嘅話咧，其實我哋係教育緊下一代。你睇見日本又好，台灣嘅一啲嘅人士又好，包括即係以前香港嘅黑暴分子又好，即係好多情況咧。其實同我哋做教育嘅，我哋好有關係，所以我哋所講嘅言論咧係好小心，即係話似乎我哋講嘅嘢係好似好到，其實某程度上我哋都有好多盲點，我哋都要小心。咁我希望站咗喺基督嘅精神裏邊咧，我哋希望日本能夠體驗到啲嘢，佢如果真係能夠做到即係有瑞士嘅精神嘅話咧，日本係有救嘅。但係似乎而家咁落去咧。即係我係認同阿 Ming Sir 同埋阿梁博士嗰種嘅情懷啦。日本真係入咗一個好大嘅危機，但係我唔知道點樣可以挽救，因為如果日本能夠改變嘅話，對我哋中國係對全個東南亞世界咧係有所改變嘅。明白哦，即係我哋成日都關心日本嗰個民族，因為其實我就覺得佢係一個好叻嘅一個曳曳仔，即係佢係好有 talent。亦都好有自己嗰種嘅執着，對一樣嘢求精啊，好認真，好認真做好每一件事。不過就係可能嗰個你見到佢啲領導人啊出到嚟講嘢咧，係一種好似仲係活喺以前嗰個好混亂嘅一種戰國時代咁樣。佢真係好驚冇啊，或者佢哋係覺得自己國家好細，又成日都要火山爆發，都要向外去擴張嘅感覺。其實嗰種係嚟自於內心嘅不足。咁其實同嗰個教育啊、信仰啊，其實都係好大關聯嘅。咁所以其實都祈求啦，都真係有時 share 到大家嗰個嘅無奈啊。點解佢好似喺呢個年代入邊，好似冇乜點樣改變過咁？即係就算你話中美或者係加拿大或者係南非咁或者新加坡咁，其實佢都好多改變。但係日本人咧係好 consistent 嘅，真係。即係希望佢哋咧國家裏邊可能能夠有一啲嘅變化啦。今日呢個嗰個議題係相當好嘅，因為要講到即係未來嗰幾十年嘅世界變化。因為實際上由舊年特朗普上台開始咧，一路到今年咧，即係第一年左右啫嘛，令啲世界已經即係天翻地覆嘅改變啦。起碼加拿大咧已經同中國解凍，咁而日本咧就最令人擔心咧，佢就要調翻轉頭行啦。因為咧佢哋一直以嚟有一個民族優越感啊嘛。因為百幾年來啦，佢以為叻過中國啊嘛，所以其實就係因為佢嘅工業化比中國成功，跟住佢嘅軍事設備又成功，再跟住咧佢哋嗰個認為佢哋嗰個制度就成功，就話要最後尾咧話佢哋嘅民族優越感啊，佢嘅種族優越過中國。咁其實係咪咁咧？如果真係日本人一直優勝於中國啊，就係佢哋發明方塊字，我哋學佢叫和字啦。佢發明和服啊，然後我哋就引轉過嚟變咗就中國嘅和服啦。但係唔係啊嘛，過去2000幾年大部分時間日本學中國噶嘛，
咁所以佢日本人咧對呢方面咧，到近代咧就好唔服氣，就成日講咩崖山之後無中華，就佢想要代中華而取代中華而代之。但係呢個係咪事實？呢個唔係事實嚟噶嘛。咁好啦，現在已經有中國幾十年嘅和平崛起咗啦，咁日本開始震驚咯。我希望日本人都能夠即係改變呢種思想，咁咪有得救。如果仲秉持呢種思想，唔抵得中國開始和平崛起，佢會走冒險嘅道路。咁呢條道路咧係唔單止對日本，係對全世界都危險㗎。即係都講一講呢排同學生講嘅，我話有兩個字嘅中文字，有道。道咧就溫度個度，咁亦都係尺度個度。咁我就話同啲學生講，咁其實你就算係 Term One，即係第一個學期完咗啦，咁其實你都係能夠有做一個有量度嘅人，能夠和解啦、寬恕過去啦，亦都係一個有尺度嘅人，亦都有 limit 嘅做嘢，即一定係有 discipline 嘅，有自己嘅嗰個嘅規矩啦，同埋方法，亦都要跟住咧社會嘅。咁另外第三樣嘢咧就有溫度啦。咁其實我哋咧我哋嘅話題啦，今日咧好高興啦，梁燕城博士啦、徐博士同埋 Wing Sir 咧，我哋都係心情咁對話，同埋係一個有溫度嘅 conversation，令到我哋世界上面嘅唔同嘅紛爭啦，都可以用一個唔同嘅角度包容啦，亦都諒解啦，亦都係有一個抱有一個希望咁樣去睇呢個世界。雖然日本咧都係一個曳曳仔喺度叻嘅曳曳仔，佢仲未醒覺，咁但係我哋亦都係抱住一個希望。咁我哋希望咧呢個世界更加能夠咧帶到俾我哋啟發啦，同埋即係所思所想都能夠學以致用，能夠去 apply 出嚟。It's all about application。係究竟我有咁多嘅 values，咁多好嘅事情咧，能唔能夠喺嚟緊呢個咁變幻嘅年代入邊咧，係能夠運用出嚟咧？我哋嘅仁愛，我哋嘅美善，係咪可以 apply 到出嚟咧？都係我哋值得我哋去學習嘅，好嘛？咁今日咧，我哋呢一集咧去到呢一度。咁我哋繼續咧留意我哋嘅洞察世情，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咧點個讚啦，同埋又可以留個 comment 俾我哋，等我哋可以與大家同行。我哋今日嘅時間到呢度，多謝各位，拜拜。